OK，我们在制作后剑桥的设计指挥所。那它这个零件是下面一块、右边一块、左边一块，这样凑起来。那你看它的组装是麻烦了很多啊。它可能为了要顾及它上面的这些铆钉、这些细节，所以模具才开了这么多。那我还蛮好奇的，为什么它的注料口要开在上面？它为什么不开在下面？它如果开在下面的话，那势必打磨就不需要打磨那么多。你看开在上面就稍微会有点痕迹，那我们还要再做另外时间的处理。那我们看它组装的细致度，然后放上去以后，稍微压一下。胶水如果点下去的话，应该是有可能会完全不需要补的。那试试看。组合度就是这个样子，看起来状况还蛮 OK 的。OK， 我们已经把剑导这个部分大致上的塑料件、塑胶件都已经组装起来。那组合度来讲的话，都还不错，密合度都还算蛮 OK 的。那唯独是它的这根桅杆，这个桅杆的角度怎么看就怎么怪。它的桅杆外展的这个部位好像有点太宽了一点，然后往后延伸的这个方向的角度好像也还不够大，所以我就觉得它的只有这个桅杆看起来很怪，这是以塑料件来讲。不过豪华版的五杖它是用金属制的一些车制件，所以做起来不知道形状会不会一模一样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把整个剑导部分的蚀刻片一口气全部都粘上去，因为塑胶件已经大部分都固定了，只剩一些小部分还没有做，因为会担心说我们喷漆的时候会有干预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到最后可能在后期再补做上去就可以了。OK， 大致上我们的烟突烟囱的部分蚀刻片粘好了，然后有几个地方是有问题的。以后期的大和跟五杖来说在烟囱这个地方也有个出入口，那野火它有给这个地方一个蚀刻片，问题是折起来的缝隙将近有1厘米，所以这缝隙非常大，这就不补不行。那因为已经粘上去了，已经固定上去了，所以我们在我们要补救的方式就可能就没办法用补土，因为补土最后要打磨所以最后我们可能会使用其他的胶来固定它。所以要补这个缝隙我最常使用的是这个是台湾制的，Made in Taiwan 然后它是北回化工，它的 UV 胶，这个东西应该国外开始有在模型店都有在贩售，那它是靠 UV 灯去做硬化，那胶水本身它是属于有点胶状，不是完全一体的，
也不是膏状，是有点胶状，所以在操控会比较好操控。硬化之前用清水可以擦得掉，硬化之后就必须要用除胶剂，这个除胶剂洗得掉，对，所以就这样搭配再使用这些东西，能够把我的这些缝隙把它给补起来。然后我们以制作10颗片来说，这一环中间的这一环是必须先安装，因为它是一整圈的。如果你装了上面这一圈走道，那你这一环的环筋就下不去。所以这一环第一安装，再来这一环最下面的这一环安装了以后，来上面的这一环就看你要最后装或者是跟着装都没有关系。那再来最上面的这一层走道，你要知道它的高度的话，你要先粘这一块楼梯，这块爬梯的长度最短，粘上去之后，你就会知道这个走道它跟烟囱顶端的高度是多高。那依序就整圈粘起来，然后再来就是正面的爬梯，正面的爬梯粘好了以后，再来就是旁边的小烟凸。那旁边的小烟凸上面的头我都已经剪掉了，因为野火它这一次的豪华版还有附 3D 打印件，你可以看到这些烟凸的头，它这个都是开孔的，这个上去以后就会很漂亮。还有双侧的，有单侧的，所以这些零件应该是足够应付这个烟囱。那接下来上半部都做好了以后，我就开始做下半部，粘了后面2个环筋，然后这边的环筋这个都粘好了，最后上前面这个爬梯。那这个爬梯它是2侧90度折起来了以后，它这个地方还可以再折，所以它这是一个零件，这个不是很多零件，这是一个零件就可以做到现在这个状况。那后面呢？后来我们还有这边还有舱门，总共有4个舱门，舱门都还没有粘上去。所以大致上来讲的话，烟囱做起来就是细致度就是这样。所以整个烟囱最可惜的就是这个地方的缝隙太大，其他的都还可以接受。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的铆钉的排列，上面其实也都有铆钉，可是因为10颗片太多了，所以几乎看不太出来铆钉在哪边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做副炮组。我准备的东西就是这个很便宜的快干，它是膏状的。它挤出来就跟牙膏差不多，它比较好控制，不会流的到处都是。然后另外呢，会准备自制的工具，这前面的这个2个尖端就是我们缝衣服在用的针。大部分的零件我就会照它的位置摆好。
OK， 我们的副炮的蚀刻片已经制作完毕，它就是这个样子。野火的副炮让我觉得最 OK 的一点是在旁边炮身这个地方，炮身这个地方连接蚀刻片的地方，它有开预留孔，这个地方都有开上预留孔，所以蚀刻片切下来以后，你炮安装好了以后，你只要在这些洞里面点上胶，点上快干，然后蚀刻片插进去，它就是刚刚好，而且还蛮水平的，除非是像我一样这边连的比较低，要不然在这边连太高，这边就没有插在它的缝里面。好，然后再来以考证上来讲，它这一根这个座的这一个部位就错了。以大合集来讲的话，这后面的这只脚应该是要站在这个斜坡上面。那野火它给的这3根金属件长度是一样的，那你要让上面这个面保持是水平的状态，那这一只脚又要站在这个斜面上的话，除非这边打孔，不然它是没办法做到这个状况。好，然后再来上面这个件，每一家厂商如果是改套的，这一个东西大部分给的都是蚀刻片。那野火它就是用原本的塑胶件，然后来配合这个蚀刻片插进去，就这样固定。以走道来讲的话，密合度 OK。以副炮的塑胶件来讲，密合度比较不 OK。你可以看到后面这是个缝，前面也有一点点缝，那就是变成说你在组装副炮的时候，你的底板你是要居中，还是靠后，还是靠前？那你要自己决定。我是选择比较靠前，因为我们的副炮前面的这一块它是分开的，这一块是分开的，这一块分开了以后，你组装上去以后，你才有办法把炮衣给塞进去。它的炮衣是 3D 列印件，3D 列印件右边2个安装下去，左边这个进不去，左边这2个安装好了，右边这个进不去，所以就是它的炮衣的厚度太厚。所以你要把炮衣稍微削薄一点，用砂纸稍微磨一下，你才有办法3个一起安装进去。好，然后你看它的副炮，它的这个观测所的前后是不一样的，一前一后。那我们依照5张来讲的话，照片上是看不太出来是不是前后，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直线的，这里。它是一直线的，然后包含后面的这只脚是站在斜坡上，所以它的副炮这个地方的考证就不对。OK， 如果你要把它的考证修到都一样的话，前面这部分就会比较困难。那后面这个呢还简单，你只要在这边打个孔，让它插进去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的副炮座，基本上副炮座我已经粘到船身上面去了。那粘的时候呢，它的密合度太密了，很难塞，所以变成说副炮座整个座下面的这一圈，这个范围全部都磨过一次。磨好了以后才能塞得进去，你不磨的话你这个蚀刻片要插到里面去会有点困难，所以全部的就是整个面全部都打磨过一次，让它的范围缩小一点点才插了进去。后面副炮这边这个就很夸张，这个地方甲板比副炮座还要厚，所以在甲板下面的后缘这个地方我切掉了1 mm， 然后旁边所有的副炮座的周围全部都磨过一次，它才下得去。这个就是它目前为止我做起来最不准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副炮座。OK， 那再来，我们现在要开始组装我们的主炮组，一样。我会把大部分的蚀刻片都先切下来，该折的爬梯
然后该折的炮架这一些全部都先折好，折好了以后，再把快干挤出来，一口气粘完3门主炮。那前置的作业时间大概在40分钟左右，包含切这些塑胶件，先粘合塑胶件，然后打磨，再来就是切下10颗片，找它的位置先放起来，然后折爬梯的形状，折炮架的形状，这些都做好的时间大概40分钟。40分钟以后，我们开始粘主炮。我预估大概粘主炮时间大概也是40分钟啦，所以3门主炮不含炮管，大概在2个小时以内就可以结束。好 ，OK， 大致上5丈号甲板上层的建筑大部分都做了，就剩下飞行甲板这个地方，然后后面的吊车，舰尾的3连装的防空机炮，然后以及旁边的这孔我忘了开，所以到时候我们要靠木甲板下去抓位置，我们再重新开孔。好，然后大致上剑桥的组装度、密合度算不错，虽然没有比田宫的还要准。田宫的在甲板上层的这些建物尤其是剑桥、舰岛的组装，那个真的是没话说。以78025来说的时候，它真的组装度是没话说。那野火的话，公差值并没有非常的大，有的地方稍微要修，有的地方是稍微要挤一下，要加压一下，它才下得去。然后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。炮管上面还会有一些要安装的10颗片由于炮衣的话，我们是采不一样的颜色，炮衣是采米白色的颜色，所以那个可能到最后我再重新再做。然后我们就先把有上10颗片的部分一样统一色调喷成黑色，然后再喷成灰白色的底漆等到剑桥上大部分的东西，甲板上层大部分东西都做完了，就是开始做舰首这一些零件上去了以后，开始遮蔽我们的甲板。遮蔽了甲板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喷军舰色。所以就大致上目前的进度就是这个样子。